中国女孩嫁到韩国，和丈夫结婚2年，竟没说过一句话。白兰正解开头发，向对面的女人展示自己的盛世美颜。父母双亡的她辗转来到韩国投靠姨妈，可姨妈早已移民去了加拿大，眼看签证就快过期，自己又身无分文，只好来到职业介绍所。女人告诉她，想留在韩国可以和当地人结婚就行了。为了生活，白兰和素未谋面的街头混混江琪结为夫妻。当天晚上就被带到夜总会，男人打量商品一样的目光让他坐立难安。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骚乱，原来是陪酒小姐被客人拖出门外暴打。白兰十分害怕，她来到厕所急中生智，用力咬破口腔，回到房间当着男人的面呕出一口鲜血。她成功从灯红酒绿的魔窟逃了出来，在洗衣店做起了苦力。堆满杂物的房间成了她在韩国的安身之所。拧开水龙头，浑浊的水落进盆里，噪音很大，刚好可以盖住她的哭声。她的人生从此分成2半，一半在祖国，一半在小小的洗衣店。起初洗衣店的大婶并不喜欢白兰，她觉得长得漂亮的女孩都不会踏实做事儿。深冬的汉江水冷得让人发抖，白兰却像感觉不到一样，把布料浆洗得干干净净。大婶都忍不住感叹，这哪里是一个娇弱的小姑娘，分明就是一台人肉洗衣机。洗完衣服，白兰会擦干净小店的窗户，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吆喝。渐渐的，她对这个陌生的国家有了一点了解。大婶开始教她简单的韩文，她用并不标准的韩语向大婶表达感谢。来到这里，所有人对她都很好，可她还是最感谢江琪，因为她娶了自己。她不知道的是，江琪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年过30，一事无成，对没出社会的年轻人重拳出击。一起出来闯荡的兄弟已经做到了老大的位置，面对对方的刁难，江琪只能卑躬屈膝，根本不敢回首，生怕哪句话没说对惹恼对方。就连比他资历浅的人也敢对他大吼大叫。江琪是团体中谁都可以踩一脚的存在。去超市收保护费，他因为老板娘对自己有恩，不下死手。他的狠是虚张声势，只是这样的做法无疑让大家更看不起他。和光鲜亮丽的同伙不一样，江琪永远穿着同一件西装，住在破旧脏乱的出租屋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和白兰结婚那笔中介费是他几个月才能赚到的钱。他的理想是在仁川赚钱，买一艘小渔船，只是曾经的兄弟都有了专职司机，自己还在温饱线上挣扎。直到这天，兄弟喝多了酒，见到敌对势力来自己的地盘上潇洒，追上去打成一团，雨水和血液混在一起，倒在地上的男人再也没有醒过来。第二天，兄弟找到江琪，兄弟跪在江琪面前承诺，只要他帮自己顶罪，最多在牢里待10年，自己就帮他买一艘大渔船。江琪动摇了，以自己现在的经济实力，别说10年，30年也赚不到一艘渔船。他醉醺醺地给兄弟打电话，让他把钱打到账上，自己第2天就去自首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出门，就被警察堵在门口。白兰死了。江琪有一瞬间的恍惚，白兰是他素未谋面的妻子。他和朋友坐上火车，用路上的时间认识白兰，尽量不在警察面前露出破绽。照片上的白兰很美，只是不会动，不会笑，不会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。江琪收到白兰给自己写的信，蹩脚的韩文写下对他的感谢。这里人人都善良，江琪是他们之中最善良的。看完信的江琪哭笑不得，他这一辈子第一次有人说自己善良。白兰在小镇上的生活还算惬意，闲下来的时候会待在房间学习韩语，学习不下去的时候就去看看江琪的照片。这个男人是他在这里唯一的依靠。白兰想见江琪一面，于是坐车来到他工作的录像厅，在门口张望，眼神中露出一丝害羞。可呼啸而来的警车带走了江琪，白兰跟在警车后面，有些不知所措。2个人最终也没能说上一句话。好在她终于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如此生动的人。白兰心中的感激渐渐变成了爱慕。她给江琪写信，放进信箱，却又后悔自己鲁莽的举动。信终于还是没有寄出去。登记时，江琪随手扔给朋友的一条红色丝巾，成了他最珍视的东西。白兰期待着可以有一天和江琪见面，只是再见时已经天人永隔。白兰回到小镇，日子一天天变好。
他却忽然在工作时呕出一口鲜血，他眼神慌张，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。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流逝的速度。他找到职业介绍所的人，希望他可以借钱给自己看病，可白兰欠他们的钱还没有还清，哪里有多余的钱让他看病？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大病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谁知道这一忍就再也没有醒来。江琪和朋友来到当地警局收尸，原本还担心警察会不会过多刁难，不料他们也只是敷衍了事。可江琪却十分愤怒，一个生命的结束，难道就这么草草收场吗？好在警察只以为他是悲伤过度，他看着白兰，白兰却感受不到他的目光，就像他们匆匆的一眼对视，江琪也没有意识到那竟会是最后一眼。他抱着白兰的骨灰来到洗衣店，大婶一眼就认出江琪，他哭得泣不成声，责备江琪为什么来得这么晚。白兰等他等得好苦，井井有条的破房间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居所。临行前，大婶将白兰的最后一封信交给江琪，他人生中最后的文字仍旧在感谢江琪和遇见的所有人。江琪坐在海边痛哭，这样好的一个女孩，为什么没有人珍惜她的好？回到仁川后，江琪反悔了，拒绝替兄弟顶罪。他这一辈子想出人头地，是白兰点醒了他，拥有平淡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。江琪播放白兰留给自己的一卷录像带，视频里的女孩迎着海风，羞涩地唱着一首中文歌。江琪并不知道歌曲的意思，却仍旧眼含热泪，露出笑容。忽然，一根绳子狠狠勒住他的脖子，是兄弟要杀人灭口。白兰的歌成了他的挽歌。江琪渐渐失去意识，眼前似乎看到了那个美丽的少女，他们刚刚分别，却即将再次重逢。